嘿，你早点睡觉有困难吗？是的，我愿意。我最后总是熬夜。我知道你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充足的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。我不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早点入睡。好吧，睡前避免摄入咖啡因和酒精会有所帮助，也可以创造一个放松的睡前习惯。很高兴知道，我读到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确实如此。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可以抑制褪黑激素的产生。褪黑激素是一种调节我们睡眠、觉醒周期的激素。哇，我不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蓝光曝光。你可以使用蓝光滤镜应用程序或眼镜，或者干脆避免在睡觉前使用电子设备。谢谢你的提示，我会试试看，看看它们是否对我有用。没问题，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我们的睡眠，并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休息。嘿，你知道我们今年什么时候毕业吗？是的，我愿意。毕业典礼通常在5月或6月，是学校定。毕业的要求是什么？这取决于学校和课程，但通常您需要完成所有课程，通过考试并满足 GPA 要求。如果你不符合要求会怎样？好吧，你可能无法按时毕业，可能需要参加额外的课程或重考。了解您的要求，并在需要时寻求帮助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听说有些学生很早就毕业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的，有些学生如果在高中时学习高级课程或获得大学学分，他们可以提前毕业，这是节省时间和金钱的好方法。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提早毕业有什么不利之处吗？好吧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些高中经历，比如舞会或高年级活动，但这是个人选择，取决于你的目标和优先事项。感谢您提供的信息，我会确保满足我的毕业要求。不客气，祝你学习和毕业好运。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如何将产品运送到仓库和客户？是的，我有，这是我们业务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绝对是。您知道配送方式会影响买家的体验吗？是的，我读到买家期望通过实时追踪信息快速可靠的发货。没错，而且您知道有多种配送方式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我们可以根据产品和目的地选择陆运、空运或海运。有意思，哪种方法最具成本效益？陆运通常是最具成本效益的，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交付。空运和海运速度更快，但更昂贵。我明白了，以及我们如何确保产品正确包装和贴标。我们采用标准的包装和贴标流程，
确保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安全且可识别。很高兴知道，我很高兴我们认真对待配送，以提供最佳的买家体验。是的，这是我们业务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我们一直在努力对其进行改进。嘿，你知道我们今天需要加班吗？我不确定，你为什么问？我只想知道是否需要调整我的日程安排。我明白，您知道吗？有时需要加班，才能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项目，并确保项目成功。是的，但我担心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平衡，加班会不会影响吗？可以，但重要的是要记住，加班也可以带来职业发展和工资增加。这是个好观点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加班呢？当截止日期紧迫、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或需求激增时，可能需要加班才能满足工作量。我明白了。是否有任何法律或法规限制了员工的加班工作量？是的，有。在美国，公平劳动标准法要求雇主向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非豁免雇员支付加班费。感谢您提供的信息，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不客气，请记住，加班可能具有挑战性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加班也可能带来回报。嘿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下班休息一下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你知道过度劳累会导致精疲力尽和生产力下降吗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是的，研究表明，定期休息实际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。很高兴知道，但是我的工作量呢？从长远来看，休息一下实际上可以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，它让你的大脑有机会休息，然后恢复更强壮。我想这是有道理的。你建议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去远足、去野餐，或者只是在家里放松一下。任何能帮助你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的东西。这听起来不错，让我们计划这个周末休息一下。太棒了！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我们的身心健康。绝对是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嘿，你明天想去高山徒步吗？当然，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在想哪座山？我想的是珠穆朗玛峰，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。你是认真的吗？那不是徒步旅行，那是一次探险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只是在开玩笑。但是你知道在高山上徒步旅行有很多好处吗？比如什么？好吧，徒步旅行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，增强肌肉，并降低压力水平。另外，从山顶看到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。
没错，但是风险呢？好主意，在高山上徒步旅行可能很危险，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。重要的是要事先训练，带上合适的装备，注意高原反应。高原反应？那是什么？高原反应是指你的身体在高海拔地区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，从而导致头痛、恶心和疲劳等症状。如果不加以治疗，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好吧，我不知道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没问题，只要记得做好准备并意识到潜在的危险，你就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会的，谢谢。嘿，你经常坐火车旅行吗？是的，我喜欢乘火车旅行，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体验。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，火车旅行有什么好处？好吧，首先，它比开车或飞行更环保，火车产生的排放量更少，每乘客英里消耗的能量也更少。很高兴知道。费用怎么样？火车票可能比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更实惠，特别是如果您提前预订或享受特别优惠。有意思。那体验本身呢？火车旅行是游览这个国家并体验风景的独特方式。您可以放松身心，享受旅程的乐趣，甚至可以起身在火车上四处走动。哇，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不错的旅行方式。对于初次乘坐火车的旅客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，带上零食和饮料，带一本书之类的东西让你开心。每隔一段时间起身伸展双腿。谢谢你的建议，我现在一定要试试火车旅行。你不会后悔的。火车旅行是探索新地方并留下美好回忆的绝佳方式。好久不见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过得不错，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，已经很久了。我知道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好久不见这句话自1800年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了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它起源于哪里？据信它起源于美洲原住民 Pidgin English，它在1800年代后期被中国移民常用。太迷人了，我没意识到它有这么有趣的历史。是的，它不只是用来向你很久没见过的人打招呼，它也可以用来表达惊喜或讽刺。哦，比如你每天见到某人时的好久不见。没错，或者当你看到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，然后用讽刺的语气说好久不见时。哈哈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谢谢你今天教我一些新东西。没问题，学习新东西总是很有趣。嘿，你有没有为小组项目而苦苦挣扎？
是的，在小组中工作并获得高分可能具有挑战性。我读到，有效的沟通在小组项目中至关重要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清晰的沟通有助于避免误解，并确保每个人的意见一致。时间管理呢？时间管理也很重要，设定截止日期和制定时间表，可以帮助项目顺利进行。我还听说分配角色和职责可以帮助分配工作量。是的，没错，分配角色可确保每个人都在做出贡献，并且工作负载得到公平分配。这是个好建议。你还有其他小贴士吗？协作处理共享文档，使用在线工具，以及提供和接收反馈，也是小组项目成功的有效策略。哇，这些都是一些很棒的小贴士，在我们的下一个小组项目中，我一定会记住它们。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有效的小组项目管理可以在获得高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嘿，早餐后你会慢跑吗？有时候，你为什么要问？我想知道在早餐前还是早餐后慢跑更好。好吧，早餐后慢跑可以帮助促进新陈代谢，让你全天保持精力充沛。这听起来不错。早餐后慢跑有什么缺点吗？是的，有。吃完丰盛的早餐后，慢跑会导致消化不良和不适。建议在进食后至少等1个小时再慢跑。有意思。早餐前慢跑怎么样？早餐前慢跑可以帮助燃烧更多的脂肪，因为你的身体会使用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。但是，不建议所有人使用，尤其是在您的血糖水平低或容易出现头晕的情况下。我明白了。那么，慢跑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这取决于您的个人喜好和日常安排。只要确保在进食后等待至少1个小时，然后听听身体的信号即可。感谢您提供的信息，我会记住的。没问题，有选择权并做出明智的决定总是件好事。